在安徽有个非常牛气的城市安徽蒙城。如果我不说，你知道这里是庄子故里吗？你知道这里是中国原始第一村吗？你知道这里有着非遗撒汤吗？据说蒙城人的早晨都是在一碗鸡蛋汤中苏醒，打上一个鸡蛋，冲入滚滚的浓汁，撒上点鸡油，来上几条鸡丝，这就是属于蒙城人的非遗撒汤。附近吃早饭的人络绎不绝今天这一份早饭也开启了我一天的快乐。夹起一个包子或是一个萝卜馅的油馍，蘸上点辣椒简直能把人给香迷糊了。也不妨淹死一个包子，来开启你在蒙城的寻味之旅。从南边的南华门到北边的钟鼓楼，一条贯穿老蒙城的南北大街汇聚了蒙城的烟火。一根糖葫芦是蒙城小孩的快乐，一份南华门的肉夹馍馋得我口水直流。卤好的肉块切成肉末，浇上卤汤，不晓得是不是原汤化原食，反正夹在馍里，吃完还想吃。还有南华门下的油酥烧饼也会让你一口难忘。烧饼怎么卖啊？2块钱。拿一个尝尝蘸点辣椒是吗？香菜。好，够了。是什么？煎饼糕、红糖、红豆、山楂、葡萄干，有没有不吃的呀？都要。这个白色的是什么？白色的是几种米粉，还有芝麻粉。还挺快的，2-3分钟就好一个。随后我还去吃了个顶顶糕。简单的食材配上简单的烹饪方式，就显得一点也不简单。你看一群小孩围在摊前，果然小孩子受众的美食就是非常的好吃啊。或许是我太幼稚，大人谁能干出这事？体委的小饮麻辣烫也是一绝。排队的时候顺便拍了一下做麻辣烫的过程，除了准备的时间，大概15秒，一份麻辣烫就能做好。分量很大，食材的种类也很多，只要8块钱一份，真的很划算。说实话，没有看到鸡丝，也没有看到面，不知为何，据说在蒙城，这又叫鸡丝面。再点上一些炸串，你不需要刻意的去估算它的热量，就是这种在下班后简单放纵的快乐，定会让你一整天的疲惫和不开心都烟消云散。这是米线淮北吃的那个是烫面，小麦做的，这个是米做的。虽说蒙城地处皖北大平原，却也有山，海拔不高，只有76米，但因山两头高，中部低，形成了天然的古锁状，故而称作双锁山。宋朝女英雄刘金定饮马泉，目前还有迹可循。饮马泉是什么呀？没见过，那时候以前我才18岁的时候，他这啥都没有，他就是一个山。看什么刘金定是以前的什么打仗的将军是啥个讲？在这饮马的是吧？马喝水的地方。对。恋爱还得跟蒙城人谈，因为他们画的饼里有砂糖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哇塞的人。旋转木马，真人 4S， 不过没看到什么人玩啊。有山必有市，南有九华，北有九鼎，说的就是九鼎灵山寺。是个寺呀，这里边这灵山寺这寺是时间长了。建于唐朝，据说每逢庙会香客众多，人山人海。不巧赶上修缮，没能看到与九华齐名的九鼎灵山寺。蒙城还有一个王炸庄子故里，提到庄子，你便能脱口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。庄中梦蝶的故事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，而这个中国最浪漫的男人就是我们蒙城人。庄子蒙人也，蒙人是哪里？蒙城人。庄子池很美，院内非常宁静，颇有一种苏州园林的感觉。行礼，许愿许愿，祝我的粉丝扶摇直上，鹏程万里。窝角之争真的就在一个拐角。刚到博物馆门口，看着很气派啊，我们进去看看里面怎么样。你看这么大。对了，我还去了趟博物馆，它仿佛在炫耀蒙城土地上的辉煌事迹。在以前，这里曾是中华第一府村落，而现在这里是中国好人第一线，这里是中国楹联书法之乡，这里还有伟大的庄子思想。有一句诗，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，讲的就是我们庄子的思想。这个大车厉害了，以前只听说过，在很多博物馆都没有见过。蒙城以前叫北蒙郭阳淝水蒙城，到唐代才叫蒙城。时过境迁，建筑更迭，子孙换代，唯一不变的便是城中那笔直矗立的万佛塔。没想到蒙城还有全国文保建筑，
一座跨越千年的宋代万佛塔，远观非常秀气的一座塔，近看有一种古朴的气质。当清风吹过塔身，风铃阵阵如梵音过耳，伴随着钟声的响起，你便能想象当年这里的盛况。这个就是万佛塔了，蒙城最有名的啊。对，它为什么叫万佛塔呀？有一万佛马上名字。哦，你这个闲情逸致可以啊。我也就是来旅游的嘛，来我们蒙城旅游逛逛。这几个有年轻人没事搁这闪闪转。太好了，今天过来玩玩看看。民族英雄，民族英雄。他拼命的阻挡。人是外地人，是蒙城的地方英雄。厉害，那厉害。你知道蒙城阻击战吗？安徽抗战1840年就开始了，到1937年几乎十室九空，已无兵可出。1938年，2000广西狼兵血战3被侵略者，无一人后退。副师长周元带队死守蒙城，当晚发出最后一份电报，弹尽粮绝，与城共存亡。这个牌坊也有好多年历史了啊。好的。4牌楼，明楼再造启鸿昌，古迹重修开泰瑞。不远处的4牌楼曾毁于硝烟后重新修建，和万佛塔一楼一塔的相互呼应，仍然可以看出历史岁月的痕迹。走在这种小巷子里面，然后有小吃有古建筑，真的还挺有感觉的。蒙城古称七原，历史文化名城。这个地方叫做牛群中国商贸城。以前的蒙城有一个牛文化，感兴趣的可以搜一下。安徽县城里面有万达广场的真的不多。影剧院据说是很多蒙城人小时候看电影的地方。有人说如果皖北再多一个地级市的话呢，大概率会是蒙城，你觉得呢？你可以看一下蒙城的地理位置，隶属亳州，夹在两淮之间，东临蚌埠，西靠阜阳。如果说皖北再多一地级市的话，那大概率是蒙城。蒙城的太阳可能不会更热烈，但是蒙城的生活真的很温暖。一座万佛塔，城中屹立，一条郭河穿城而过。庄子文化从这里走向全国，这样的蒙城，你说它是不是很牛？点亮人生地图的第36站，江西景德镇。来景德镇的2个主要任务：吃美食，逛陶瓷。用不到48小时的时间，带你们看一看景德镇该怎么吃怎么玩。到达景德镇北站，还没出高铁站，我就看到了这个标语，所以当晚的第一站我就来到了这家大排档。据说是本地开了30年的老店，火是真的火，人也是非常的多。等了20分钟后，我的几个菜也就上齐了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点的这个饺子吧，青花瓷的外皮是不是看着就很有景德镇的特色？还有这个糯叽叽的香辣鸡脚，直接一说就脱骨了，软糯叽叽的，能有谁不爱呢？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北极大虾，剥去外皮，肉质很紧实 ，Q Q 弹弹的，一口一个，超级满足。如果你们不太能吃辣，可以像我一样点一个这个布丁豆花，清凉爽口，简直是解辣神器。85块钱酒店盲盒即将开启，哇，还可以啊。独立卫生间，人民公园。第二天一早到酒店楼下去逛个早市，这有个农贸市场，进去逛逛看看。在河西菜场，我遇到了这个小虾米八铺。这个萝卜豆角，这个韭菜西瓜，这个炸酱的西瓜，拿一个豆角。好，再拿一个这个萝卜的，这个都是1块钱一个是吧？这是10块。要了3个饺子吧，它的外形看着很像饺子，分别是肉馅、萝卜馅，甚至还有豆角馅呢，你敢相信？这是什么啊？碱水粑呀，碱水粑。这是萝卜还是人参啊？萝卜后采来，个萝卜后采来，可是30年都没有过，好嫩。怎么卖的？这个吧，我是卖我是10块钱，是10块哈。看着像人参一样。我有时也不好尝。那是不是尝一下？多来一个那就够了，我就吃一下尝一下。那3块钱收的。好，苦瓜长这个样，这个桥好有特色呀。中渡口第6小学这边这一条街前面吃的很多，然后我就来到了河对面，准备再吃点早饭。我要一个猪肉的，一个韭菜，一个萝卜，然后一个皮蛋肉饼汤再吃。我要了3个不同口味的老面汤包，配上一碗属于江西特色的皮蛋肉饼汤。才发现江西不仅有米粑，老面汤包竟然做的也是一绝。咬上一口不仅爆汁，包子的外皮竟然是那种软乎乎的棉花糖的口感。不过这个萝卜馅的属实有点辣，不能吃辣的一定要慎重。个头挺大的，1块钱一个，薄薄的
皮里面包裹了满满的馅料。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肉馅的，肉酱里面应该还包了香菇，口感超级棒。然后再喝2口皮蛋汤顺一顺，皮蛋香和肉香炖在一碗汤里，一口接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对面还有一个铁匠早餐铺，大早上老板锅就颠得飞起。这个是炒粉吗？对，是什么？要一份冷粉，一份炒粉。炒粉吗？怎么炒？炒粉炒多少的？12就这种。我要了份冷粉，没想到竟然不是冷的。冷粉为什么是热的呀？不过你看这浓油赤酱的，是不是看着就很有食欲？冷粉是粗的，炒粉是细的，冒着热气呢。冷粉5块钱一碗，酱料也很足。炒粉可以选择不同的配菜，我这是最简单的，加了一个鸡蛋和白菜叶，分量也很大，冒着浓浓的锅气，2大碗下肚，饱腹感很强。不过出门没几步，又遇到了一个油条包麻糍，他们家油条是现炸的，裹上麻糍，蘸上芝麻白糖，3块5一个。对面还有一个肉片汤店，鲜嫩的肉片在沸水里面煮熟，锅里再打入一个鸡蛋，一碗鸡蛋肉片汤就做好了。鸡蛋和肉片都没有煮很久，口感很嫩，只需要来上一口，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的鲜，十分令人惊艳。肉片看着就非常的嫩，很软烂，很鲜。搭配上刚才买的油条包麻糍，酥脆微软的油条，加上中间软糯拉丝的麻糍，混合上芝麻和白汤的香气，简直太美味了。吃完早饭，我准备去一趟御窑博物馆。吃完早饭，骑行去御窑博物馆。御窑厂也就是御窑博物馆到了，普通游客53，特殊人群半价，还有一些免票的政策。全程票。御窑好理解吗？就是以前古代烧官窑的地方，也就是当时的全国瓷器中心了。那你看这个就大概是明代的窑炉遗址。别小看一进门的这几块草地啊，御窑博物馆的很多文物啊都是在这里面出土的。嘴太长了，打个卡吧，到御窑啦。这博物馆外观还挺有特色，看起来还像一个窑洞一样。瓷国明珠，多好的瓷器啊，就给拆了。宣德年间制。为什么御窑博物馆的瓷器都是碎片呢？刚才说了，御窑是为皇家烧制瓷器的，一旦有一些瑕疵的瓷器，它也不会轻易的让你流落到民间，都会直接打碎就地掩埋。逛完了，下一站我们现在回家吃饭。回家？对，回家吃饭。这是本地人给我推荐的一家景德镇家常菜，烟火气很足。我点了一个招牌的豆葱炖鱼头，鱼头汤，鱼头炖得很软烂，一点腥味没有。据说还上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陈年米酒3杯鸡，这是陈年米酒3杯鸡，鸡肉软烂，味道恰到好处，不是特别的辣，对外地人很友好。还有这个香辣小黄鱼，也是景德镇的特色菜，鱼皮炸得金黄酥脆，整体辣味适中，可以接受。值得一提的是鱼汤里面的这个长条豆葱，吸了满满的汤汁，鲜美无比，简直就是这道菜的灵魂。头西川吃好了，现在去老陶厂。吃完午饭，我骑着共享单车来到了老厂村，家家户户门口放的都是这种刚做好的泥坯子。这一条街都是做陶艺的。在老厂村，我仿佛走进了真正的景德镇。如果你有时间，可以在这里看到陶瓷一整个的生产过程。我买了一大包的树坯，然后走进了一家画室。可是我并没有任何绘画的基础，所以就只能边画边写，得到自己想要的图案，然后再交给店家上釉和烤制，就能得到一套独属于自己的餐具了。在五中旁边有一大堆的人来吃炸鸡排，鸡排哥和鸡排嫂都忙得飞起，却仍然跟不上四面八方而来的游客。炸完鸡排炸鸡柳，炸完他的炸你的。鸡排哥明明很忙，却仍然能认真对待每一个来吃他炸鸡排的人。中国陶瓷博物馆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啊！哇，这里面真大呀！瓷业高分市瓷都，景德镇昌南窒息号瓷都，世界瓷都。世界瓷都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，各种精美的瓷器琳琅满目。不过要是说到博物馆里的瓷器人气王，那一定是顶楼的吴语佛。即使你从来没有来过，应该也在手机里无数次刷到过它吧？宋代、唐代以前都是以釉瓷、白瓷为主，基本看不到青花瓷，都是这一种。到了元代以后，划时代的产品出来了，元代青花蚕丝牡丹梅纹瓶，镇馆之宝。这是什么雕塑啊？晚上我又回到了陶溪川附近，找到了一家藏在闹市里的山野本地菜。一进店铺就感觉环境特别好，氛围感十足。我点了几个特色菜，每一个都感觉很不错。很想问一下你们本地人，牛骨是不是景德镇特色呀？我发现本地人好像很喜欢吃牛骨。这个是发糕黄牛肉，牛肉竟然烧得很软烂，我觉得辣度也刚好，非常的下饭。是不是喜欢吃这种米粑？它有点甜甜的口感。今天晚上的这几个菜真的很下饭，不知道这满满当当的一大碗有没有馋到屏幕前的你。到陶阳新村啦，我们去看看景德镇的瓷器到底有多便宜。10元5串，别着急，我觉得里面应该会有更便宜的。勺子10块钱7个，真可爱。陶瓷花10块钱6朵，下着雨也有很多人来啊！这花瓶10块钱3个，看我说什么来着啊？还有10块钱7串，花到多少？1块多吧，7个10块钱是吧？哇，全场1元。大的小的都15两个，哪2个？第二天一早我去吃了个生煎包，再来2个肉的。
要了2个肉的2个韭菜的都是2块钱一个。它不是传统的生煎包那种脆脆的外皮，表面还刷了一层酱汁，有一点微微的甜辣口感。我更喜欢它这个肉馅的包子，肉大饱满，鲜嫩多汁，几个包子吃下肚简直不要太满足。吃完早饭，骑行5分钟就能到达三宝村。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拍照打卡点，挺适合来拍照打卡的。你们在哪捡免费的陶瓷的呀？在网上看了很多攻略，感觉都不是很靠谱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免费捡陶瓷的刷新点？来之前就听说景德镇连路灯都是陶瓷的。北看故宫，南访古窑，景德镇古窑到了。在景德镇的最后一站，我来到了古窑民俗博物馆。旅游地图自取，它像是一个园区，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展览点。今天的天空很蓝，跟脚下碎掉的青花瓷显得很搭。在手工作坊里，我碰巧遇到了非遗师傅们正在制作陶瓷，这里还在用纯手工的方式向世人展示着陶艺手艺。从这里开始呢，把上面湿慢慢走，来看，用你的拇指湿。在晾晒区，我看到了满满当当的树坯等待烧制，而在狮子窑里，我竟然幸运地看到了那生生不息的千年窑火。在此处人工复活的历代瓷窑，在此刻是不是更像是点亮这千年瓷都景德镇的文化火种？北看故宫，南访古窑。我不是一个江西人，但是我也很想说一句，欢迎来江西景德镇。